给你介绍个朋友。哦，这一位是叶弟弟。哦，原来是叶弟弟呀。面对大勇与阿美的公然嘲笑，大哥也仅是无奈地摇了摇头。但是祥和的背后也隐藏了危险，而且还是一个不可预知的危险。言归正传，这是一部节奏很快的动作电影，单看片头的演员介绍就已足够证明。这个抱头沉思的男人名叫蒋哥，虽然改过自新以后当了一名探长，可是未卜的前程路上却又遭遇了陷害，因此蒋哥在里面蹲了10年之久。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，古傲10年后的蒋哥终于重见光明。不过他的脸上此刻已是写满了沧桑。如果非要对蒋哥进行一点描述，我想他很适用中年大叔这个词语。看着自己10年前的暖心小屋，蒋哥眼里有种说不出的心酸与无奈。但是已至此，蒋哥也只能面对现实，毕竟他也承受了一些不该承受的痛苦。而当蒋哥再次想起当年被抓时的画面，在他内心突然萌生了一个报仇的想法。没错，正所谓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所以阿邦就成了蒋哥的首个目标。因为当年是他把蒋哥弄成了这样，现在蒋哥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当然，陷害蒋哥的也不止一个，还有爱管闲事且又抓贼无敌的大勇。只要是被他盯上的一犯，从来没有一个能够逃过他手。而就是大勇这样的警戒之心，每次上级加上都与他毫无缘分，因为大勇的行事风格有点过于狂妄。痞子，你说枪里面没有子弹，你想害死我？大勇之所以会行事鲁莽，这与文质彬彬的渣哥脱不了干系。虽然渣哥在工作上是大勇的顶头上司，可在私底下大勇却是渣哥的难言之己，所以大勇也仗着彼此的关系而为所欲为。我这个人从来不为5斗米折腰，我宁愿多喝2杯过瘾。来，干杯！对此，渣哥感到深深的无语。这间酒吧是大勇的相好阿美开的，于是他拉住阿美就开始了介绍。我给你介绍个朋友。哦，这一位是叶弟弟。哦，原来是叶弟弟呀。渣哥向来都是不近女色，所以他对阿美的调侃也就没有在意。然而此时的蒋哥却又突然出现，不过他的目标并不是渣哥，而是仍与阿美调侃渣哥的大勇。但就在蒋哥准备动手行刺的瞬间，大勇和阿美因打翻酒瓶惊扰了大家，因此蒋哥赶紧收手离开了现场。你看你把人酒瓶打破了，我赔好不好？我忍了你很久了，他妈！大勇是怎么都没有想到，那个瓶子居然是黑帮老大的珍藏。眼看对方让他拿出一个胶带，大勇怒从心起，便开始了胡搅蛮缠。可是对方却仗着人多，让他磕头认错，所以忍无可忍的大勇只好以一对十。而此时的渣哥早已不见了踪影，于是乎，大勇被其揍的是惨不忍睹。在他生命即将受到威胁的一刻，大勇毫不犹豫地拔出了配枪。如此，这场闹剧终于得到了缓解。有话慢慢说啊，我是翁先生的私人律师。律师更好，我现在要告他袭警。不过大勇明显是有错在先，因此对方丝毫不惧大勇的控告。加上阿美此刻又出面和解，所以这件事情才圆满画上了句号。凌晨3点，大勇摇晃身子走进了车场，可他摸出钥匙却又掉在了地上。伴随大勇弯腰去捡钥匙的瞬间，蒋哥趁其不备就是呼的一棍。不得了，这蒋哥是要杀人灭口。而就当小丽与黑老大走出酒店的时候，一辆诡异的轿车突然靠近了他俩。小丽没有在意，可是黑老大却遭受了枪击，这还得了？小丽一个箭步就冲了上去，奈何对方是拼了命的狂踩油门，所以小丽去追也是毫无卵用。好在这里还有一个但是，虽然小丽没有看清对方的模样，但是他把对方的手臂看得一清二楚，因此这也成了拯救大勇唯一的线索。案发过后，黑老大的妻子哭得死去活来。凶手长什么样子？你能不能跟我们说清楚一点嘛？一定是他杀的，一定是他杀的。就连律师也把大勇当成了怀疑对象，而关于阿美的证词简直是火上浇油。大家都叫他勇哥。加上小丽对案发过程的描述，警方基本确定凶手就是大勇无疑。对此，警长丧彪立马对大勇下达了通缉。而收到消息后的渣哥被吓了一跳，但是已至此，他也不敢妄下结论。其实蒋哥在昨晚仅是把大勇打晕过去，因为他想让大勇也尝尝被人陷害的滋味。可是大勇因昨晚喝得太多而毫不知情，所以在他回到家门的一刻被阿猴扣下。不过阿猴显然不是大勇的对手。哎，喂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拒捕啊！你想耍我？就当大勇准备出手教训阿猴的一刻，一旁突然冒出2支枪口对准了他的脑门。没错，这2位都是大勇与阿猴的同事。之后他俩也不管大勇是否愿意，直接掏出银手镯便对其进行了上铐。等大哥带着部下赶到现场的时候，大勇赶紧询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昨天晚上夜总会门口有宗枪杀案，有目击证人指证是你做的。这是搞什么鬼？我的枪动都没动过。为了验证大勇刚才的所讲属实，渣哥当面掏出他的配枪进行检查。然而其中3枚子弹已经变成了弹壳，所以哑口无言的大勇因此被带回了局里。不得不说，这蒋哥是真的好坏。关于这件案子，我暂时不打算向外界发表什么。不过有一点的，法律永远是公正的，对吧？看着大勇如此狼狈的模样，局内同事几乎全都感到了惊讶。不过丧彪却对大勇是另外一种对待，因为大勇一直都是他眼中的一颗钢钉，若不拔除，丧彪是寝食难安。所以这丧彪也不是什么好人。碍于铁一般的证据摆在眼前，渣哥能做的也只有好言相劝。但是提到大勇杀人的事情，大勇却说自己什么也不知道。我怎么知道？我醉得糊里糊涂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
酗酒杀人，你当然不知道了。你神经病！不是渣哥不相信大勇的为人，而是眼下所有证据都指向了大勇，所以渣哥与大勇都是十分的无奈。当晚深夜，阿豪几人对大勇再次进行了突审，说是突审，其实是对大勇在人身攻击。你们怎么搞的嘛？弄得勇哥一裤子都是。哎呦，勇哥尿裤子了！这帮家伙明显是受到丧彪的指使，但是大勇对他们几个又无可奈何。正所谓忍无可忍就无需再忍，于是大勇扛起条盾便对几人开始了反击。逃出后的大勇也是运气够好，他在一个小贩的帮助下而躲过了追捕。不过这样逃下去也不是办法，所以大勇当务之急是要找到小丽。而小丽身为某家健身会所的教练，她和大勇的故事也就成为了经典。就在小丽准备关灯下班的时候，大勇嗖的一下就推开了大门。当然，小丽对他没有半点的好感，不过大勇已经顾不上这些。我害过你吗？还是有人给你钱叫你这么做啊？面对大勇这咄咄逼人的质问，小丽不仅没有回答，并且她还对大勇进行了警告。哪知大勇是个不折不扣的暴脾气，一言不合便对小丽施展了拳脚。奈何大勇根本不是小丽的对手。有枪你可以拽，没枪你神个屁啊！不要以为你是女人我就不敢打你。好，我陪你玩玩。话音刚落，大勇便主动发起了攻击。不过小丽凭借自己一身蛮横的肌肉，硬是没让大勇占到半点的便宜。可大勇也是一个不服输的家伙，所以他在爬起来后便又开始了拳脚。整个过程大勇都处于挨揍的状态，而且他越是不服就被揍得越惨。但是再厉害的高手也有失手的瞬间，比如小丽一个飞踢就踢上了灯管。眼看小丽即将变成一只漂亮的烤鸡，大勇于心不忍便立马断开了电闸。由此可见，大勇的心地是十分善良。或许也正是因为大勇刚才的举动，小丽对他的态度也一改从前，而大勇也再次声明了自己的清白。你给我听着，我没有杀人。小丽这回终于是选择了相信。之后伴随渣哥在局里查到的线索，大勇很快就将目标锁定成了蒋哥。因为10年前的蒋哥被丧彪陷害，当时还是大勇亲手把他送去的监狱。不过那时的大勇并不清楚事情的原委，直到现在他依旧不懂是丧彪干的好事。所以在他找到蒋哥以后，便是抬腿一脚。当然，蒋哥也错把大勇当成了仇家，可是他俩短暂的接触并没有下文。与此同时，小丽也对渣哥提出了翻供，毕竟那晚他没有看到凶手的样貌，只是提供了车牌号码令警方锁定了大勇。对此，渣哥向他表示由衷的感谢。原本丧彪以为这件事可以瞒天过海，哪知阿侯却在无意中得知了此事，并且他还问丧彪索要20万的封口红包。于是丧彪凭借一不做二不休的性格，直接派出杀手对阿侯进行了围杀。如果不是阿侯的身手敏捷，恐怕他的小命就要交代于此。而此时大勇也再次找到了蒋哥，所以他俩之间的比划自然是在所难免。阿侯在逃出来后并没有回家，而是以溜烟的跑进了渣哥的家里。什么事儿？新审的找人来砍我。哦，他找人砍你，为什么砍你？他逼我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，我不肯，他就找人来砍我。其实小丽也在渣哥的家中，至于他为何会3更半夜的出现，这个问题不用解释也很清楚。可是伴随门外一众杀手的到来，渣哥与小丽只好硬着头皮开始了拳脚。不过这场打斗并没有持续太久，因为丧彪亲自带着家伙闯进了客厅。好在渣哥所住的楼层不高，所以他们跳下楼去立马驱车离开。当然，丧彪既已出动就不会轻易放过，而大勇与蒋哥的比划也仍在继续。等渣哥几人找到他俩的时候，大勇已经把蒋哥追进了一座废弃仓库。眼看他们两个打的是难舍难分，渣哥赶紧上前才拉住了他俩。好了，不要打了。最终还是由阿侯讲明了一切，但为时已晚，因为丧彪彻底萌起了杀心，所以当务之急是要先解决这个祸害。丧彪仗着自己的重武器是为所欲为，不过他再厉害也抵挡不住大勇与蒋哥联手。在故事结尾，蒋哥毅然活出了自己，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引出丧彪，从而给大勇一个干掉丧彪的机会。可大勇无的确也还是遭到了暗算，所以本片是个极其悲惨的故事。好在渣哥与小丽都平安无事，之后他俩也牵手过上了新的生活。这是一部非常典型的警匪电影，奈何剧情内容有点过于杂乱且又拖沓，所以导致3大型男没有很好的亮出演技。不过万梓良与大导游佳丽的故事还算可以，毕竟他俩的武打戏份十分精彩。